中美技术脱钩将促使一些外国公司将半导体生产去美国化，激励中国寻求自给自足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包明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外媒称台湾的芯片制造商签署联合协议，暗示要与美国脱钩，能成功吗？自从2017年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科技企业采取芯片禁运的政策以来，中国就把建立独立的半导体供应链作为最紧要的努力方向。由于半导体产业链所涉及的设备和材料众多，这项工作注定是一项长期的任务。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群，在加工技术上处于世界顶尖行列，但是有 90% 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也是进口的，因此也受到美国对大陆制裁政策的影响，无法为华为等公司提供7纳米以下制成的半导体芯片代工服务，使得华为公司无法继续生产先进的 5G 手机，只得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了苹果等公司。但是和大陆企业正在规划非美生产线一样，台湾的芯片制造企业也在规划做同样的事儿。根据亚洲时报报道，12月3号，代表整个台湾高科技产业的4个台商商业团体和3个非营利组织签署了一项协议，目标是创建台湾自己的半导体设备行业。美国就有人认为这项协议开启了与西方脱钩的进程。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市场价值是3000亿美元每年，台湾厂家是不愿意丧失这个市场的，这是问题的关键。那么台湾企业能做自己的半导体设备吗？应该说，打造10纳米以上的不含美国设备的半导体生产线要相对容易一些，因为对于10纳米以上的半导体工艺美国的2大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的设备都有替代品。日本最大的设备制造商东京电子将其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从2015年的500亿日元增加到了今年的4000亿日元。大陆和台湾也有一些半导体设备企业能够提供相关的设备，比如上海微电子公司的刻式机就被台积电大量的采购。半导体加工设备中最重要的光刻机，目前加工7纳米以下的工艺必须要用到的 EUV 光刻机，只有荷兰的阿斯麦公司能够制造，别无分店。而这个阿斯麦的 EUV 光刻机使用了大量美国制造的部件，比如激光器等等，因此受到美国的限制不许销售给中国大陆。但是上一代的浸润式的 DUV 光刻机，日本尼康公司也能够制造。因此在10纳米以上的工艺中，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年，中国大陆的企业和台湾的企业都能够打造出非美生产线。中国大陆的企业在10纳米以上的成熟工艺半导体市场上将获得大幅增长。事实上，美国芯片行业是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制裁政策的。美国半导体商会去年就警告说，对美国半导体行业而言，放弃中国市场将意味着销售规模和研发支出的降低，以及在全球技术供应链网络中的核心地位降低。中美技术脱钩将促使一些外国公司将半导体生产去美国化，激励中国寻求自给自足。失去中国客户将导致美国损失540亿至1240亿美元的工业产出，还有10多万个工作岗位，120亿美元的研发支出和13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将面临风险。荷兰的阿斯麦公司的 CEO 这个人叫彼得·温尼克，他估计在未来10年中，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成熟技术工艺节点半导体生产国。在15年之后，中国将能够自己完成这一切，并在半导体领域实现技术的自主。实际上，我认为这些还会来得更早一些，用不了15年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